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，一个女人到了晚年，最大的依靠不是丈夫，也不是儿女，是这三样东西。我认识了一个酷酷的姐姐，她今年36岁，未婚，但有钱有颜有事业。她不结婚，并不是觉得婚姻不重要，恰恰相反，她觉得婚姻太重要了，所以宁缺毋滥，就算单身一辈子，也不跟不合适的人将就结婚。这些年来，她一心的拼事业，上天对她还算眷顾，努力付出的都得到了回报，靠一己之力在事业上开创出了一条光明大道，在城市站稳了脚跟。由于不缺钱，她一点都不着急婚事，日子过得自由潇洒。但是这一两年来，她开始变得越来越焦虑，原因是父母一直没有放弃对她的催婚，身边的同龄人也大多数都有家庭和孩子，她突然觉得自己落单了。父母几乎每天都跟她念叨，恐吓她说，等到哪天老了一定会后悔，到时候没有老公也没有孩子，一个依靠都没有，该多凄凉呀。她幻想着父母描述的晚年场景，好像真的有点惨。于是从不为此上火的她有点焦虑了，开始怀疑自己的坚持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，该不该跟一个差不多的人结婚。这个姐姐的焦虑非常的典型，代表了大多数大龄未婚女人的焦虑。她们之所以担心这个问题，就是害怕到了晚年的时候，既没有老公又没有儿女，会过得很凄惨。但是女人到了晚年，丈夫和儿女真的就能依靠吗？我不这么认为。我觉得女人到了晚年，最大的依靠既不是丈夫也不是儿女。为什么呢？曾经有过作家分享了他住院一段时间的观察，他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那些生病住院的老婆婆，陪伴在他们身边的并非丈夫，大多都是女儿。也就是说，男人对于老伴生病这件事，真正能够负起陪伴责任的太少了，更多的选择把责任推给了儿女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说，儿女是依靠，也不一定，因为也有不少的老人根本没有人陪伴，儿女只是来送送饭或者是缴费的时候出现一下而已。儿女也不一定100%的可以依靠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也许正遭遇中年危机，生活和工作的压力都很大，工作上更是容不得半点差错，不敢请假，怕丢了工作。彼时的他们在为未来和自己的小家庭劳累，不一定有时间来陪伴。生病的时候都如此，不生病的时候呢？男人也不一定就会花时间陪伴，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跟兄弟们钓鱼、打牌、喝小酒、吹牛。如果一个男人年轻的时候都不怎么着家，这大概就是他们年老之后的生活状态。儿女们则有自己的新家庭，有孩子要照顾，他们可能在很远的城市，一年能见上2-3面就已经算很好的了。所以要想在晚年的时候依靠丈夫和儿女，这种想法真的不太可靠。女人最大的依靠是握在手里的这3样东西。一、金钱。虽然说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。特别是到了晚年的时候，那会儿已经退休在家，基本是靠退休金或者是养老金来维持生活。倘若没有积蓄和其他的理财产品，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是没有问题的，可一旦生病就很难了。所以有钱和疾病险是很重要的，如果这2样都有，就不会惧怕年老的时候生病，也不需要靠儿女来抚养，不用担心会给他们拖后腿。倘若不幸患病，就算没有儿女，
或者儿女不在身边照顾，也可以花钱请一个好一点的护工来照顾自己。等到出院之后，还能够请保姆来打理饮食起居。不病不痛的情况下，还能给自己安排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在这一点上，德国老人做的就很好。他们老了也不跟儿女同住，更不要求儿女为自己养老。在还能走动的时候，每年都去国外旅行，日子可爽了。这些都需要金钱作为保障。如果没有钱，就没有办法给自己一个舒适的晚年生活。所以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赚点钱，购买适合的保险和理财的产品，这些都是晚年时候最大的依靠。做好了这些，不管你有没有儿女，不管有没有丈夫的陪伴，都不用担心会过得很凄惨。2. 有兴趣爱好，不放弃追求梦想。没错，也许很多人觉得追求梦想是年轻人才干的事情，等到年老了出门散散步就行。不，这样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。即使人到了晚年，依然有追求梦想的权利，依然可以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。在日本有个83岁的老奶奶叫纯子，她的故事非常的有名。丈夫已经去世，没有子女，独居，看起来会很惨的晚年生活，却被她过成了很多人的理想。她白天经营自己的饺子馆，忙到店铺打烊了，并没有回家瘫在床上，而是赶往一个酒吧做 DJ。 她被称为全世界最高龄人气的 DJ， 很受人欢迎。她的晚年生活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即使已经年迈，但依然不放弃自己的兴趣爱好。她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驾照、学英语，学习任何她感兴趣的东西。还有大器晚成的摩西奶奶，77岁才开始学习画画。她最精彩的人生不是在年轻的时候，而是在她的晚年。当她拾起画笔的那一刻，开启了更精彩的人生。他们的晚年一点都不孤单，也不落寞，因为他们从未放弃对人生的追求，而是抓紧时间，趁着剩下的时光来多体验人生。有谁规定了晚年生活就只能去广场跳跳舞，带孙女孙子？只要你想，你也可以活得很精彩。前提是你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，要热爱生活，追求自己的梦想。有些人之所以害怕到晚年没有人陪伴，会感到孤单，就是因为早早的放弃人生的追求。一个有追求的人，不管他年龄多大，永远都能够活得热气腾腾。所以不要放弃兴趣爱好，不要放弃追求梦想，这些能给你的晚年人生锦上添花，让你不孤单寂寞。3. 健康的身体。有一副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。健康意味着少病，也意味着不用遭那么多罪。大多数人到了晚年之所以会受罪，就是因为身体不健康，3头2天的生病。人在年轻时不爱惜身体，到了年老的时候就会爆发出各种各样的疾病来，有大病也有小病。即使是小病，频繁的跑医院的过程中也很受罪。人到晚年都怕生病，一怕花钱，二怕给子女带来了麻烦。我曾经见过一个老人，她的晚年非常的痛苦，因为总是生病。她老公贪玩，不愿意去医院照顾她，子女们又忙工作，只出钱不出时间来陪伴。虽然有护工照顾，但是内心无比的孤独，一边忍受病痛的折磨，一边忍受对子女的思念和他们不陪伴的怨怼。所以有一副健康的身体，到了晚年就不会那么折腾。那些健康的老人，晚年生活质量非常的高，可以做很多想做的事情。其实晚年生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，所有的恐惧不过都是臆想出来的。
只要在年轻的时候做好充足的准备，到了晚年也可以过得很好。不管你是打算结婚还是不结婚，生孩子还是丁克，只要你想要的人生都可以。无论你做任何选择，都不要把依靠放到儿女、丈夫或者是其他任何人的身上，因为当你把未来寄托在别人的身上，这一切都是不可控的。世界千变万化，你不知道的未来会发生什么，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。要想晚年过得幸福，就得靠自己来把握，把主动权放在自己的手里。那么就要在年轻的时候做好3个准备：多赚钱，好好的呵护身体，不放弃对梦想的追求。当你拥有这3样东西，就不会惧怕晚年。就算没有人陪伴，就算孤独一人，也可以把日子过得丰富多彩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